如果您打算通过买房拿土耳其护照，先记住一句话：真正决定资格的，不是您和卖家谈定的成交价，而是一份土耳其房产估值报告。很多人卡在最后一步，就是因为不懂这份报告。今天我们把估值怎么来、合规核查看什么，以及最容易踩的坑，一次讲清楚。先说门槛。本文写作时，房产路径的门槛是估值不低于约40万美元，而且以官方估值报告上的金额为准，不是合同上的成交价。什么是土耳其房产估值报告？它是由专业估值机构对一处房产的市场价值做出的独立评估文件。自2019年起，外国人在土耳其购房过户，就已强制要求提供这份报告。它的作用很直接，告诉土地登记机关和移民部门，这处房产在专业眼里到底值多少钱。您合同上写多少是一回事，估值师给多少是另一回事，而入籍看的是后者。所以，一份低于预期的估值，可能让一笔看似刚好40万美元的交易，在合规环节直接卡住。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的中文团队见过不少客户按成交价以为达标，估值出来却差了一截。这里还有第二个容易忽略的细节，汇率。门槛以美元衡量，折算用的是过户当日土耳其央行公布的汇率。里拉波动较大，一处签约时估值约42万美元的房产，如果过户拖延，里拉走弱，过户日折算下来可能就跌到40万美元以下，所以我们通常建议留出合理缓冲，别卡着线走。报告由谁出具也很关键，有效的估值报告必须出自土耳其资本市场委员会，也就是 SPK 授权的持牌估值机构。由未持牌方、房产中介或者卖家友情提供的估价，在入籍合规环节都不被认可。报告出具后，会录入土地登记系统 TagBiz， 与这处房产绑定。报告还有时效，本文写作时，有效期通常约为3个月，过期就要重新估值。这意味着估值、签约、过户3步的节奏要排好，拖太久可能要重来一遍，既费钱又费时。接下来是合规核查。它的本质是把您的交易和法定条件逐条对上，核心一条就是估值能不能撑起40万美元门槛。除了金额，还会看3件事。第一，付款是否可追溯，款项需经银行体系，从买家账户付到卖家账户，保留回单和凭证，现金和绕过银行的安排都行不通。第二，卖家资格是否干净。土耳其有反循环规定，同一处房产不能在短期内与外国人之间反复转售，来重复消费入籍资格。第三，产权是否清晰，有无抵押、查封、权属争议，都会影响过户。那么，最容易踩的坑有哪些？我们见得最多的，第一是估值低于成交价，卖家报高价，独立估值却给不到，门槛就悬了。签约前先做估值，就能避免这种被动。第二是估值被人为抬高，为了硬凑门槛让估值虚高，是审查的重点打击对象。一旦被认定估值不实，不仅入籍受阻，还可能牵连过户。稳妥的做法是选估值本身就稳稳达标的房产。第三是汇率折算跌破线，第四是报告过期，第五是房产本身不合格。部分类型或权属有瑕疵的房产不适合走这条路径。这些问题本该在尽职调查阶段发现，而不是等到递件被退。达标只是开始，合规是一条完整的链条。通过买房入籍取得的房产，产权证上会做至少3年不得转让的批注。3年内出售会破坏入籍所依据的投资条件，带来严重后果。也就是说，这处房产在这段时间里是锁定的。购买前，请把这笔资金3年内的流动性安排清楚。资金路径同样要从您本人账户，经银行体系，可追溯的支付，并保留完整凭证。
还要提醒一点，土耳其护照常被用作规划美国1、2投资签证等后续路径的一环，而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，这对户籍、社保和子女升学都有实际影响，宜尽早、系统的规划。要说明的是，没有任何机构能保证审批结果，具体请以官方最新规定为准，行动前也务必向专业顾问确认您的个人情况。我们把买房入籍拆成看得见的步骤，先看房，再由 SPK 持牌机构估值，确认达标并流出汇率缓冲，核查卖家与产权，安排合规资金，完成过户与3年批注，最后递交申请。因为我们不收开发商佣金，估值偏低或房产不适合走这条路径时，会直接告诉您。全中文团队端到端陪同，每个关键节点都用中文向您书面汇报进度。如果这期内容对您有帮助，欢迎关注我，少走弯路，更多细节可以到主页了解。买房入籍走不走得通，关键就在一份扎实的估值报告，加上一条前后一致的合规链。